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天晚上，我在外面和朋友聚餐，喝了点酒，打车回家，我认识了一个的士司机。这个司机呢姓朱，姑且叫他朱师傅，听口音是湖北那边的，特别善于言谈。由于喝酒喝的2525的，所以呢我也特别的善聊。聊完天文地理、国家大事、世界金融之后，就扯到了我的职业上。我说我是送魂的，专门和鬼神打交道。其实我说的时候呢，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来说的，毕竟我也没指望他能信。但是啊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朱师傅不但没有半点怀疑，反而和我说他很信这个。他说啊，他们开出租的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事情。当时我觉得特别的欣慰，突然有了想和他讲几个故事的冲动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口说到了，我们家呢最近有个事儿，不知道小兄弟你能不能帮忙看看。由于当时很晚了，我不但喝了酒，而且呢没有带出活的东西，所以我说啊，今晚不行啊，你先和我讲一讲，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剩下的事情呢，明天我和你联系。朱师傅说可以。留了电话之后呢，就开始和我说起了这个事情。那事情是这样的，朱师傅一家3口在广州讨生活8年了。他开出租车，他老婆在一个黄浦区丰乐中路那边一个小巷子租了一个门面，开了一个小的理发店。自己兼店长和理发师，很小的一家店面，只有2个剪发位，是那种最接地气的小理发店。这门面的后面呢，就是他们家的卧室和厨房。一家人朴朴素素的过日子，生意呢也算马马虎虎。虽然没有赚太多的钱去买房子，倒也其乐融融，但是2个月前，他们家就出了一件怪事儿。他们平时9点就关门了，但是那一天晚上，由于朱师傅来了个朋友，就一直在这店里聊天，聊到10点多才走。这朋友刚走，准备关门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小老头，说要剃个光头，脸色很差，脸上皱纹很多，这看起来年纪很大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一头白发的年纪，却长着一头黑发，而且还不短，都能遮着耳朵了。这本来这个生意，朱师傅的老婆打算不做了，但是这小老头苦苦哀求之下，还是答应了做这笔生意。现在的染发技术成熟，头发的颜色呢，根本不能说明问题。所以啊，这个小老头觉得年纪很大，但是即使他顶着一头黑发也并不出奇。所以呢，这朱师傅的老婆顺利的帮着那个小老头就剃完了头了，收了钱，也送那个小老头出了门，然后转身准备打扫一下就去睡觉。但是当他打扫地面的时候，发现他剪下来的头发都变成了白的。这是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，而且更加离奇的是，本来那个小老头给他的是面值20的人民币，此刻却变成了冥币。朱师傅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也不禁头皮发麻。我很确定啊，那个小老头本身不是灵神的话，那就是被附身了。不但是被附身，而且还是被控制了，而且还会遮眼。我就赶紧问朱师傅认识不认识那个小老头。他说不认识。我说后面呢，是不是你们家就不安宁了？他回头看了一下我说，对呀，这2个月我们屋子里很不太平，
一到晚上10点钟以后，理发店那间屋子就会莫名其妙的吵。而且有一次，我晚班回家拿东西的时候，还在镜子里看到了鬼。我就问他，你怎么看到的？看到了什么？他说他那天晚上呢是11点多回家的，没有关门，准备去屋里拿东西，在穿过理发店那2个位置的时候，还特意照了下镜子。那2个镜子的距离很近，他在一个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却用眼睛的余光在另外一个镜子里看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。当时把他吓得不轻，来不及拿东西就赶紧又关门出去了。我就问他看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，他说也是个小老头。我问他不是光头？他说不是，是白头发。我又问他是不是那天晚上来理发店那个小老头？他说不知道，因为没有看到那个小老头。那个小老头来理发的时候，他已经进房睡觉了。我说那你有没有就问问您老婆这个事儿啊？他说没有，怕吓到他。这聊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朱师傅已经开车到了我的住处楼下了。他把车停下，递给我一支烟，继续说而且事情不止这么一件，他的儿子也见过，被吓得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，现在刚刚好了一点，但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活泼开朗了。我说那你们晚上都怎么过的呀？他说晚上10点就进房了，进去之后就不再出来，外面有的时候有动静，但是不出去就没事儿。我呵呵一笑就说嗨，还总结出规律来了，佩服。这朱师傅呢就尴尬的笑了一下，没办法，晚上10点以后外面理发店就是他的地盘，也一直找不到解决这事儿的师傅。我说那么我们碰到还真是缘分，这个事情呢我试试看。他当时就有点激动的说那太好了，那我明天等你电话。那个时候呢打表是78块钱，我拿出一张100的给朱师傅朱师傅说不用了就当交个朋友。我赶紧说一码归一码。其实呢我是怕收了这个人情明天不好开价。第二天起床跑步，吃早餐，做完早课，我打电话给朱师傅，电话响了一下，朱师傅就接了起来。他说他刚交完班回来，一直没睡，就等我电话呢。我就赶紧说声抱歉他说那你现在过来吗？我说不是，我晚上再过去，我先和你打电话要个地址，晚上10点左右过去，然后呢顺便和你谈一下报酬的事儿。朱师傅就说多少钱你说就是虽然我们家没什么钱，但是应该还能付得起的。我知道这朱师傅是个性情中人，也直接给了一个偏低的价格。我只说了前面的数字，后面的单位呢还没有说，他就答应了，看来真的很着急。我说那行那晚上我就过去。你今天是晚班吗？他说等一下他跟别人顶一下班今天就不出车了。我说行，那晚上见。晚上10点我准时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，而且还没有找到他们理发店的时候，朱师傅的电话就准时打了过来了。我说了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呢他跑过来接我，他的脸色呢显得特别的阴沉，好像是一场赌博。如果我解决不了这个事情，那他们家呢还是不能过正常日子。我就笑着安慰他说没事儿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他应该是从我自信的笑容里边看到了希望了，眉头也舒展开。快走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，外面还挺热闹，不远处的麻将房里面
还有人打麻将。但是进到他们家的时候，完全感觉是两个世界，阴冷的气息很重，就算开了灯也感觉怪怪的。此时朱师傅的老婆也出来和我打了声招呼，显然知道我要来了。我说，把大门关起来，你们先进房，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拿进去。朱师傅说，什么贵重的东西啊？难道还不信小兄弟你吗？你尽管忙你的，就算把房子拆了我也没意见。我一阵汗颜说，那倒不至于，你们先进去吧，如果事情解决了，我进去叫你们把电视打开，声音开大点，不要偷听，更加呢不要偷看。嘱咐完之后，我确定他们不会不按我说的去做，我直接拿出一对红烛点了起来，在2张理发台上固定好2根红烛，映射在镜子里面，瞬间变成了4根。这屋子里面甚至还显得亮堂堂的。然后顺手把灯关了，我已经确定他就在这间屋子里了，也不拿罗盘去找，干脆呢就坐在理发的椅子上，面对着镜子，一副你来吓我呀的欠揍模样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等出来。然而即使我做出一副欠吓的样子，他却一副不吓你的态度，这让我心里呢就有一点不爽了。这我一边看着镜子，一边抖着2郎腿，跳动的烛光映射的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好像一跳一跳的。桌子上面的模特人头显得那么诡异。过了很久之后，明明没有风，那模特人头上面的假发开始动起来了。我开始激动起来，终于来了。蜡烛已经烧了一半了，我紧紧盯着那个模特的人头。虽然那个人头是面无表情的，但是也好似盯着我一般，而且头发的抖动越来越厉害。这让我想起来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梅超风。我想起之前那个小老头来剃头之后，张师傅家里就出事儿了。那这个灵神附在头发上面也是正常的，只是这出场方式有点劲爆，还摆弄那个人头上的假发。我不确定他要搞什么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吓唬我，那还好办，因为我并不会怕这种解释不通的事情。为了在气势上压住他，我站起身来，用一种俯视的姿态盯着那个人头。也许是我那骄傲的表情惹怒他，接下来我看到的，即使我自认为胆子比较肥，还是被吓了一下。那个塑料人头的头发突然就垂下来，不再飘了。不但如此，那个面无表情的模特居然开始笑了，而且蜡烛也开始忽闪忽闪的。我盯着镜子，一面里面是我健硕的身材，但头却不是我的，而是那个笑着的模特的头。隔壁镜子里也有一个影像，就是那个灵神，和朱师傅描述的一样，白头发的小老头也是在笑，在镜子里盯着我诡异的笑。这是灵神吓人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，之前也提到过，叫做鬼遮眼，和之前朱师傅他老婆收到的20块人民币变成纸钱是一个道理。这种事情呢很神奇，我一直解释不清楚是什么原理，但是我却知道应对的方法。其实一切都是假象，只是为了吓唬我而做出来的事情。镜子里的我脖子上的模特人头是假的，隔壁镜子里的灵神也是假的，真的就在那个模特人头的头发上面。我念了清醒口诀，摸出一把朱砂灰，
就往那个假的人头上撒了过去。就在我撒完灰的瞬间，2根红烛几乎同一时间熄灭了，顿时房间里面变得昏昏暗暗起来，但是也没有完全黑暗，从外面还透出来一丝光亮，成了我精神的寄托。我呢，很不喜欢全黑的环境，和一个灵神同处在一个全黑的环境里，会让我觉得很被动，也会有窒息的感觉。我赶紧取出来一个备用的手电筒，打开之后照着那个人头，但是呢，没有任何异样了，他肯定是已经出来了。我用手电照着镜子，镜子反射出来的光照着我，还有我身后一个白头发的小老头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没有在门上封符，我最怕的就是他跑了。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倒是好事，因为他让我看见了，就说明是可以交流的。我们一前一后盯着镜子中的彼此，我知道我不会回头，甚至连手电都不敢移开，生怕惊走了他。镜子里面的他盯着我，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，显然是有点惊讶，为什么我不怕他。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对望着镜子里的彼此，听着里面的房屋里面传来一个古装剧打斗的声音。我突然热血沸腾，甚至有了一种要和他打一架的冲动。但是这是很不现实的，他不是梅超风，我也不是郭靖。就这么对望了几分钟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露出了一个友好的微笑，意思是并不怪他故意吓我。他也露出一个微笑，那意思是他没有想要伤害我的意思。我读懂他的意思之后，就慢慢的转过身。其实呢，就算他想伤害我，也拿我没有办法。这一般的灵神，除了让人受到惊吓和影响人的阳气，导致各种病态出现，就没有其他手段了。当然，那些轻微的碰触和挑衅也并不能造成什么伤害。我也没有站在楼顶，没有被推下去的可能。那电视里那些灵神掐死人咬死人的，只是剧情需要。那我转过身对着他，他还是一脸笑地盯着我，除了这眼神有点空洞之外，甚至连脸色都不是惨白的。我把蜡烛重新点着，然后直接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。他站在我的面前，这画面显得很不协调，这就好像是教导主任在教导做错事的学生一般。我站起来说：“老人家您坐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聊聊。”他也不客气，就坐了下去。我也拉了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。他就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胆子很大，这样都吓不到你。我做这行的，您应该看得出来的。”我知道。老人家，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啊？搞得人家不得安宁。那小老头呢，就顿了一下，然后还是笑盈盈的和我说：“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要么呢，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”我说行，那去我家里谈，那里安静。您是继续回到模特人头发呢，还是用我的载具？他说还是用那个假头发吧，这样你也对人家好有个交代。我理解他的意思，我说好，那您呢先附上，我去和他们说。小老头笑盈盈的点了点头，就慢慢的模糊在了我的面前。等一切正常之后，我开了灯，收拾好东西，然后敲了敲里屋的门，说：“朱师傅，都搞定了。”朱师傅打开门之后，直接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里面呢装着酬金。我说呀，你先不用给我全款，先给一半，
等到半个月之后没有事情发生了，你再把剩下的拿到我的卡里。朱师傅就笑着说，没关系的，我相信你，你先拿着，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事儿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这既然他这么爽快，我也不再扭扭捏捏了，收起了信封，和朱师傅说，这个模特人头我需要带走。那朱师傅也没有说什么，直接说没有问题，拿走就是。这我心里惦记和老人家的约定，也就没有多话，直接拜别了朱师傅，往门外走。走的时候，我听见他们屋里的电视机里传来那个电视的片尾曲，这好像是在庆祝他们家这烦恼的事儿终于解决了。然后朱师傅不知道的是，这件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。那个白头发的灵神身上还另外有一个故事，一件让我怒火中烧的事情。为了解决这个事情，我甚至和人打架，还受了一点伤。重点是这件事情完全是无偿的。从朱师傅家里出来以后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和来的时候不一样。回去的时候，我手上多了一个长头发的模特人头，走在路上呢，显得很是诡异。我没做停留，赶紧赶回家。到家之后呢，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书房，可是准备喊魂的时候，他却自己出来了。很少见这么能够控制自如的灵神，我赶紧把门上和墙上的符咒遮了起来，怕对他造成伤害。他很平静，而且呢还是面带笑容的，即使脸色很苍白，但是我却能看出来那笑容中是带着悲伤的。我也笑了笑，我说，老人家您坐，不管您有什么夙愿未了，我能帮忙的绝对不推辞。他也笑了，就坐了下去。我也靠着书桌，浑身放松，准备做一个灵魂的倾听者。而且呢，他既然不是我喊魂的交流，我倒不用担心耗费太大。这种对话方式很轻松。他定了定神儿，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2年前，他和他的老伴儿住在一个即将拆迁的区域里，那片拆迁的区域被一个地产商给承包下来了，补偿款也算是比较合理，但是老两口没有后代，年纪大了不想挪动窝，而且这老太太的身体很差，按照医生的话来说，应该坚持不了半年了。老太太对这个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很有感情，她觉得这才是她寿终正寝的最好的地方。可是拆迁不等人，商人总是利益为重的，因为动工日期马上就到了，周边的几户人家已经搬走了。通过多次交涉，老太太也知道无力回天，只能搬走。躺在这床上，虚弱的和他老伴说，实在不行就搬吧。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儿，足足说了1分钟才说清楚，显然已经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。老人家泪流满面，年纪大了，懂得也就多了。他知道老太太撑不过3天了，所以当时就下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等老伴儿安心离开，再搬这个房子。可是第2天，原本约好拆迁的日子，老人家却反悔了。他找到这个搬迁的负责人，请求再给几天的时间。万般理由都说完了，搬迁的负责人却以动工日期已经到了，工人都在等着，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老人家的请求。老人家心疼老太太呀，想着就是拖也要把时间拖完了。可是到了当天晚上，
竟然来了2个小混混找麻烦。一开始敲门，这老人以为是拆迁房的人，走过去开了门，看到是2个小混混之后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老人是好话说尽，可是小混混呢，管不了那么多，也不说话，拿起地上的砖头就往窗户上砸。这动静很大，怕影响到即将离去的老太太，当场给那2个小混混呢就跪了下去。可这个世界上啊，总有一些披着人皮的畜生，做着猪狗不如的事情。他们可不管那么多，拿钱做事，做事走人。砸完窗户之后，还在客厅里面转了一下，还在老爷爷苦苦的哀求下，强行抢走了桌子上面的一对银手镯。那对手镯是他们结婚到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见证，虽然不是很值钱，但是意义非凡。老人想抢回来，却奈何不了2个小混混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老人就赶忙回到房间去看老太太。此时老太太呀，已经没有了气息了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显然是因为那砸窗户的声音和老人家求饶的声音被过度刺激去世了。虽然早有思想准备，但是呢，陪伴几十年的老伴去世的时候，老人还是有点悲伤欲绝。拿出了所有积蓄给老太太办完丧事之后，身体也每况愈下。在1年之后，也就是几个月前郁郁而终。听完白发老人讲完这个故事，我很是气愤。气愤的是那2个小混混的泯灭人性和那开发商的不通人情。我知道老人家之所以没有走，是因为怨念太强。我说啊，您是不是想要回来那对手镯？他点了点头，说是的。那对手镯呢，本来是打算给他老伴陪葬用的，那也是老伴的心愿。这我突然想到，这个白发老灵神能随时现身，随时隐秘，甚至还能鬼遮眼，而且记忆力也异常清晰，我就猜到他肯定是去找过那2个小混混了。只是后面为什么出现在朱师傅家的理发店，我却没有想明白。那朱师傅也不像小混混啊，而且他儿子也还小。想到这儿，我就问他，您后面是不是去找过那2个小混混？他还不隐瞒地说，是的，去找过好几次，虽然拿不到手镯，我也要让他们遭报应。我说，那手镯是不是还在2个小混混手里？他说是的，但是呢，我拿不到它。我知道他说的拿不到指的是什么。我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会在朱师傅的理发店呢？他顿了顿，说其实只想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让朱师傅看到的那次可能是因为无意中造成的吧。而理发店里面那些动静应该也是无意识的，这就说明这个白发老灵神的意识是在慢慢的消散的，已经越来越不受自己的控制了。我把这个判断说了出来，他点了点头，说他感觉自己呀，也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多久了，这样游荡下去也毫无意义。但是那对手镯真的让他放不下。有时候的动静呢，是他故意弄出来的，就想找个我这样的职业的人来看看能不能帮帮他。我知道他说的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，不是要进入轮回，而是要慢慢的意识消散，变成一个游荡的孤魂。如果没有人送，将永远的毫无意识的留在人世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只要碰到人送走还好，万一碰到直接把他打散的，
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虽然他有执念，但是那慈祥乐观的性格很快就会被磨灭那些执念。我知道这个心愿他完成不了。我问他，你去吓过他们吗？他黯然神伤地说道，没有，他们租住的房子外面有辟邪的，而且他们身上也带有开光的东西，他吓不到那2个小混混。我不禁有点疑惑，但是随即就释怀了。他是星魂，很容易被一些道具克制，而且要现身也维持不了多久，只是一会儿便坚持不住了。这就是灵神的一些法则，时间长之后执念消散，再也不受自己的意念控制，成为飘魂，很悲惨的结局。我看他暗淡的表情，心里顿时就涌起了一股正义感。我说，您还记得他们住在哪个地方吗？我去帮你要回那对银手镯。他说了个大概的地址，就在他们以前家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面的一栋楼里，但是具体在几楼他却说不清了。但是他和我说，那2个小混混的样貌特征，一个满头黄发，高高瘦瘦，耳朵上满是耳钉，另外一个比较正常，但是手臂上有纹身。有了这个特征，又有了大概的位置，我想找个人应该是不难的。我知道他的意识已经在慢慢的消散了，顶多7天，他除了能记得那对银手镯之外，什么都会忘掉的。因为他的那一丝执念实在撑不起时间长的时间腐蚀。我打定主意，明天就去找那2个小混混，然后和他结束了这次交谈。他继续回到那个模特人头的头发里。我冲了个浪，进入卧室开始睡觉。当然，我还是在书房的门上打了一道符的，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他，而这仅仅只是一个习惯而已。第二天一大早起床，我心里挂念这个事儿。做完早课，吃完早餐，我就开车往那个地方驶去。从番禺到黄埔一路疾驰，竟然只用了40多分钟。赶到那个村的时候也才10点左右。我想既然作为小混混，应该没那么早出门吧。那是一栋5层的普通民房，楼下有门禁，没有卡或者钥匙我进不去。好在是在大路边，对面呢有个类似于德克士的店，我忘记叫什么了。在那里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小楼的大门，我就走了进去，找了个位置，随便点了点东西，就干起了守株待兔的事情来。然而等了一上午，除了几个完全不像小混混的人进出之外，我根本没有看到老灵神说的那2个小混混的影子。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，我实在坐不住了，从隔壁的文具店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，就走到那栋楼的大门边等了起来。我的想法是，只要有人开门我就进去，虽然不知道门牌号，但是就算一家一家的敲门，我也要找到他们俩。至于用什么身份去敲门，那就是抄水表了。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，我就在门外等了起来。没过10分钟，果然有人下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正是吃午饭的时候，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进去。凭着老实无害的长相，那位开门的大姐倒也没有产生什么怀疑。进去之后就是一个楼梯，直通2楼。因为1楼是商铺，到了2楼之后，左右各有2个房门，中间对着一个。1层楼有5个出租房，那么4层楼就是24个出租房，也不算很多。虽然第一次干这种事情，但是呢，想起老灵神那暗淡的表情，我还是鼓足勇气，敲响了楼梯口中间的那家房门。然而首次就碰壁了，
里面根本没有人，一口气把2楼的5家全部敲了一遍，只有1家是有人的。开门的还是个青年壮汉，打着赤膊。开门之后问我什么事儿，我一看赶紧说不好意思啊，敲错了。说完扭头就走。他说了一句神经病，然后就把门给关了。我上了2楼又开始敲门，情况一样，有2家，都是问都没问直接开门。还有一个女孩子。我暗自摇头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防范意识这么差呢？难道是我多虑了吗？抛开这些杂念，我又上到3楼。这次没让我失望。在我敲到第2家门的时候，里面传来一句很嚣张的问候：谁他妈打扰老子睡觉呢？这个点还在睡觉，显然不是正常作息了。而且门上确实有一张辟邪的符咒，很旧了，至少是3年以上。我直接把那个符咒给撕了下来，收进包里。这感觉应该是那2个小混混的屋了。我也没有说话，继续敲门。伴随着骂骂咧咧的声音，门开了，果然是黄毛青年，手上戴着一串念珠。我知道应该是这个东西阻挡了老灵神接近。他一脸不爽的和我说道：你他妈谁呀？我说先不用管我是谁，几个月前你是不是从一个未搬迁的老人家里拿走了一对银手镯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是又怎么样？我也实话实说，当初那个老人家呢就已经去世了，手镯本来是用来陪葬的，现在老人的鬼魂还留在人间。我话没有说完，他就说道：少给老子装神弄鬼，你当我是小孩呢？还鬼魂？我鬼你个大爷！这说话间，里面又走出来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手臂上有纹身的，打着赤膊，这身上并没有佩戴任何辟邪之物。我一看这架势，要是打起来啊，我还真打不过。我语气缓和的说道：你把手镯给我，我拿回去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他见我语气软了，反而强硬起来，甚至还走去客厅的一个抽屉里拿着那银手镯出来，挑衅的看着我说：有本事过来拿呀！这应该是嚣张惯了，很是目中无人。我死死盯着他说：你要不给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听我还敢威胁，冲过来就要动手。这说实话，流氓我见得少，这一举动还真把我弄得有点措手不及。对着我就是一脚踹过来。这虽然我是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我并没有多少害怕。长期与灵神打交道的我，什么没见过，而且长期坚持锻炼，所以呢，并不是那么弱的。既然要打架，我也接着。我一侧身，避开了那愤怒的一脚。他还没有收回脚的时候，我顺势给他一脚，直接他撞在了门上，砰的一下，我感觉撞得不轻。旁边那个纹身青年呢，骂了句粗口就冲了过来，想要抓我。这由于门比较小，又被那个黄发青年挡了一半，所以速度并不快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冲了过来，挥着拳头就朝我脸上砸了过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头是没打到，还是砸到了我的肩膀。不得不说呀，确实很疼。他还想继续进攻，当我一拳打到他身上的时候，那个黄发少年站起来，就一脚踢到了我的腰上，直接把我踢到了走廊外面。我也是头脑发热，爬起来就冲了过去。走廊不宽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没有多大的优势。这一顿乱战之后，我抓起那个黄发少年手上的念珠，用力一扯，直接扯断了。然后手上抓着2颗，又被另外那个纹身少年一脚踹着，后退了好几步，摔倒在地上。此时呢，已经打到楼梯口了。我大吼一句，心里想着这楼层就没有人吗？打架这么大动静也没有人出来。他俩就愣了一下，我赶紧爬起来，顺着楼梯就往下跑。他们怎么肯罢休呢？顺着楼梯边骂边追了下来。
经过这一番实战，我确实是打不过他们，拔腿就往楼下跑。他们的速度并不快，在他们没追上我之前，我就直接出了门了，然后跑到大街上，也不管他们追没有追上，拐进一个小巷子，东拐西拐几下，才彻底把他们甩掉了。这心里呢是一阵懊恼，难怪这两个混混会做出面对老人下跪还抢人家手镯的事儿，根本就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人嘛。作为一个好市民，我掏出手机想报警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事儿问到我可不好说。而且呢，他们顶多就查一下，根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到时候手续一大堆，耽误时间了，而且老凌晨的时间也并不多了。我收起手机之后，感觉浑身酸痛，不知道挨了多少脚多少拳，头上呢还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。我心里就暗暗后悔，如果是晚上来的话，还有自信呢，有些手段镇住他们。但事已至此，我现在过去也拿不回那对手镯，反而还会被打一顿。我沮丧地往停车的地方走去，现在留这里没用，还是先回家吧。想起刚才打的那一架，心里就很不舒服。去医院的心思都没了，回到家打开药箱，随便处理一下，擦了点药，就一头钻进了书房，点上2根蜡烛，烧了点纸钱，直接用咒喊出了老人的灵魂。我的书房呢是全封闭的，甚至连排气扇上面都有块布可以搭下来。老人家出来之后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没能把手镯给抢回来。他说啊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，弄不回来就算了吧，你能把我送走吗？我说能，但不是现在，晚上我们再去一趟，我已经把那些辟邪的东西弄走了，难道您不想拿回那对手镯吗？他说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听你的。那我就点了点头，说我先去弄点东西休息休息，晚上我们再出发。他说好。吃完东西呢，我躺在床上休息，浑身酸疼，又擦了一遍药，可能是体力消耗太大，昏昏沉沉的就睡过去了。晚上10点，我换了个附身载体，带着老人就往那2个小混混家里走去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把武昌的那个面具载体带上了。到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，那时候大家进进出出比较频繁，我又混进那栋小楼，来到3楼，里面是没有灯的，想必是没有在家。这想想也是，这个时候啊，正好是他们出去混的时候，没办法，只能等。我走到3楼到4楼的楼梯上，找了个地方等起来，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。将近1点的时候，他们2个缓缓地上楼了。感觉他们上了3楼之后，我一直是没有吭声的。等他们进了房间关了门，我就赶忙喊出了老灵神，当然不是喊魂，而是他自己主动出来的，这样我就不用背负太多。然后轻手轻脚的和老灵神下了楼梯，走到他们门口，心里就祈祷这几家千万不要突然出来其他人。那老灵神惨白的脸色，模糊的身影，非吓到他们不可。来到他们门口之后，我让老灵神站在门口，我开始用脚踢踹，里面又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。几秒钟的时间，门开了，开门的还是那个黄发青年。当他看到老灵神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大叫一声，就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又马上冲上来准备要关门。我赶紧在他准备关门的时候一脚踹开了门，老灵神就飘了进去，然后呢我也跟上进去了，随后把门关上。他显然是被吓得不轻，一个劲儿的往后退，惊恐的看着老灵神，那个曾经活着的时候给他们下跪的那个老人。
此时已经成为超出他们认知的灵魂。这个时候，屋里那个纹身青年也从洗手间出来了，应该是刚冲完了凉，看到屋里的场景也是啊的大叫了一声，然后坐倒在地上，浑身颤抖着，就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此时他们两个完全没有了下午的气势，除了哆嗦还是哆嗦。其实说实话，他们只是接受不了而害怕，并不是老灵神使出了什么招数，而如果他们够胆，还可以和我再来打一架。结果呀，还是我打不过他们。但是呢，我也不怕，因为我还带了武昌。老灵神打不过，武昌可不管你是人是鬼，受到攻击了反击起来甚是厉害。但是他们虽然不讲理，碰到这种事情也确实胆大不起来，够他们哆嗦几分钟了。我心里暗爽，哎，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我对那个黄毛说，现在你信了吗？要不咱们再打一架？这老灵神也配合的做出一副很凶的表情，这下更加把他们吓得呀，低着头一个劲儿的说，我错了。我就说，那手镯呢？那黄发青年指了指那个抽屉，我走过去拉开抽屉，里面的东西很多很杂，甚至连烟屁股都有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取出那对手镯放进兜里，然后对他们说了一句很江湖的话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你们好自为之。然后呢，转头出了他们的房间。那个老灵神也跟着我走出房间，之所以这么迅速，是因为现在很消耗他的气力，一段时间过后就会自动消失，现在的时间绝对不会很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日见灵神只是一瞬间，绝对不会很长的原因。那是这些超出人的认知的事儿，只是那么一瞬间就能把一般人给吓出病来。出了房间之后，迅速让老灵神附到载体上面，我放进兜里，然后又回到那两个青年的屋里。回去呢，并不是为了耀武扬威，因为这种惊吓不是平常人受得了的，而且受到阴邪之气的影响，所以我还是要回去给他们驱邪的。他们见我又折返回来，显得很紧张的样子，我拿出2张驱邪符咒。此时他们已经有点精神恍惚了，说话有点痴痴呆呆的。那个纹身青年还好一点，那个黄毛已经开始说胡话了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力气。由于只是驱邪，所以并不复杂，和那个纹身少年说了化符水喝下去就好了。他木然的点了点头，我看他没有不至于连这点事情都做不了，我也不做停留了，然后转身就出了门了。在外面走廊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下午在这里打那一架，可能是由于心理作用，甚至又感觉浑身酸疼。在车上的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半了，那个老灵神出现在副驾驶上面。我说啊，您老伴儿葬在哪儿？他说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我知道是一个公墓，而这点我虽然有心，但却无力。我又问，那您的墓穴在哪儿呢？他说在靠近增城的一个小山丘上，黄埔和增城相连，距离不远。他由于没有后辈给送终，所以呢，只能被草草的安葬。我就有点动容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开着车左转右转，终于找到那个新坟。确实很简陋，连墓碑都是那种最简单的。借着车的大灯，我请香烧纸，喊出了老灵神的魂魄，也没有多聊，送走了他。至于那对银手镯，他带不走，但是他能知道这对意义非凡的手镯会陪着他，因为现在已经属于他了。九泉之下，他也算和他老伴有个交代。势必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车上，也没想着要回家的意思。
这想想啊，今天这一天也确实够累的，不但累，而且疼。闭上眼睛，我感触良多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，也有太多的悲剧。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抱负，我能做的事情改变不了什么社会风气，但我只求一个问心无愧。熄灭车灯，打开天窗，我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。此时此刻，那个老灵神是否已经见到他老伴了呢？他们的见面又会伴随着怎样的感动呢？这一切我未知。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在老灵神的坟前，我坚持到了天亮，算是和他最后的道别。